大家还记得这个月子吗？哎呀，我大概是前20多天前，还是1个月前我来的这个月子。那会儿来了以后还不是这个样子，你看这会儿屋顶上铺着瓦，然后那个房檐都喷了。看我姨娘种的西红柿也开花了，看这个颜色多好看！你别说，什么都得收拾。今天要把这些火烧砖都铺在屋檐下边，和姨娘说好了，说我来了再做。姨娘就是闲不住。这回到村里，大葱就不缺了，我今天多切点。村里的人真的特别的朴实。这个姨姨给姨娘送来一把青椒秧子。干啥呢？谁这个点儿？这个铲子有几十年了，60多年了吧，60多年的历史。看看，已经变色了。等到我来了，姨娘已经把这个鸡肉都用水焯过了。下面我们直接下锅开始做。村里呢就是这样，只要家里边要动工干个啥，人们就割点猪肉了或者鸡肉了，然后炖肉吃。因为姨娘家的调料没有我家的多，所以我今天就用姨娘家仅有的调料来炖肉。大概的调料呢就是红麻油、辣椒、花椒、鸡粉、盐、醋、老抽，就这些，别的没有。我们想要把炖肉做好，就是一定要把这个肉里的水分给它炒干了，然后炒出来所有调料的香味儿，最后再倒水，这样炖出来的肉一定好吃。个人认为炖肉里边放葱最提味儿。够是这，哎，别炒啥。肉炒好了以后，我们一定要把开水倒在肉锅里，不然的话肉不容易熟。因为这个鸡都是老母鸡，所以它不好熟，多放点水。我最喜欢的就是农村的这个铁锅炖出来的肉，特别的香。不知道为什么看见这些干活的大爷，我突然想起了我爸。只可惜这辈子有什么好事儿都不能和他一起分享了，只有想的份儿。不知道为啥今天这个火特别不给力，姨娘说是因为没有风的原因。姨娘又坐不住了，问我有啥需要帮忙的。下了吧，1、2、3，去吧。今天再拌个绿豆芽，给里边先擦上点胡萝卜丝儿。这个鸡蛋是要煮到鸡肉锅里边的，先剥一下。像是新鲜的鸡蛋，剥皮的时候不太好剥。如果有细心的人，应该会发现，在我们这边，人们就爱把这个煮好的鸡蛋放到肉锅里边，炖的时间长一点，这个鸡蛋里边满满都是肉味儿，特别的香。煮进去鸡蛋以后，不能用铲子乱翻。我大概已经有4、5年的时间没有在村里用这个灶台做饭了，还有点不习惯。水开了以后，先把焯好水的绿豆芽和胡萝卜丝放到锅里，用水焯上2分钟左右。洗点菠菜出来，等会儿也焯一下水，再洗上一遍。老人们经常说，如果学习不好，就赶紧学一门手艺，至少这辈子吃穿不愁。把焯好水的绿豆芽掏到凉水里边过一下，这样的绿豆芽拌出来口感才会更好。然后再钻点菠菜放进去，给绿豆芽里先放点盐，然后再倒上点鸡粉，倒点山西老陈醋，把切好的姜末和蒜末都一起放进去。油温上来以后，我们把切好的葱花放进去炸香，最后倒到凉菜盆里就可以了。这个油锅我还得要用绿豆芽铲一下，
其实有的时候真的不舍得浪费这个油锅的底子，然后用筷子拌匀了就可以了。姨娘的这把刀有点笨，我给它磨一磨。嘿，你别说，磨完了以后还真管事儿。我正准备要切土豆，我弟媳妇说：“姐，你不是有个粉丝叫你那样弄吗？”行，我说我给你弄一个。中午还要做一个炖菜，我们先把这个猪肉里边的油给它煸出来。我觉得我们这边就和大东北一样，就爱吃炖的菜或者炖的肉，不像人家南方的人吃的那么清淡，那么有营养。我们这边就是说喜欢吃什么，然后就乱七八糟炖上一锅。饮食真的没有那么容易去改变，因为我们从小吃的就是这种饭。土豆和豆腐是最佳搭档，所以呢，今天这道菜哪能离得了豆腐？这会儿温度也上来了，我估计这两个大爷也都饿了，我得赶紧做饭。你干嘛呢？我在带你做呢。姥姥家好不好？菜一类的我几乎都已经做好了，这会儿姨娘正准备做糕。小家伙今天来姥姥家可高兴了。我先把准备工作做好，把这个笼布先给放上去，等会儿让姨娘一蒸糕。姨娘家的这个糕面真的挺好，大家看一下多黄呢。锅开了以后，把做好的这个糕面一层一层的放在笼布上边。今天做了5大碗的糕面，我没做过这么多，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概念，5碗够多少人吃。城市套路深，我想回农村，多少人说着这句话，以为是开玩笑，实则真的是村里的人真的特别的朴实。大黄糕蒸好啦！看看姨娘多厉害，5碗的糕面就这么就能和到一起。你说啥呢？再说一遍。我是大糕油糕，大糕油糕。姨娘家做糕还用的是最早以前村里边用的这种盆子，现在的话我们要做买那个陶瓷的盆。这边我的大烩菜也做好了，可惜的就是没有八角。一切准备就绪，我弄上一盘肉。那个屋子太热了，我们今天到这儿吃饭。还是肚皮嘛，我什么在肚皮嘛，这是很高，真的很高。我把鸡肉和鸡蛋都分开弄了，要不然的话感觉乱哄哄的。一上午真的辛苦了，不知道饭菜合不合胃口，反正我是尽力了。虽然说不是多么的丰盛，但是我估计这会儿饿了，应该也挺香的吧。你能咬到？哦，那你吃吧。哎呀，受苦热就得吃点糕。哦，就是。看，爪子头。小家伙要吃，给你吃吧。然后这是一个关关。哦，关关，那个就是个关关。关。白来这切吗？我床里头坐着呢吧，大腿今天天气有点热，我就看见那凉菜比较感兴趣。弟媳妇跟我说：“姐，我妈那儿又要动工了，你能不能帮忙去做个饭？”我说没事儿，孩子也上学了，家里边我也没啥大事儿，我去就去吧，反正能帮姨娘个忙，我也挺高兴的。
其实呢，我压根儿就没有把姨娘他们一家人当外人，和我们家人是一样的。这孩子今天可没少吃，平时在家里边也特别爱吃个鸡爪子，今天来了都吃好几个了。我们那会儿还开玩笑说呢，我弟弟和他哥没在的话，我们今天这顿饭吃起来会更香。姨娘整整说了一上午，说我辛苦了。其实咋说呢，无所谓的，自家人嘛，能帮什么忙就帮些什么忙，也不是个外人。陌生人有时候需要帮忙了，咱也不能说不帮，对不对？吃好了，你看你的嘴，看你的嘴，嘿，小花猫。这是我们家吃在最前头，然后落在最后头的一个，吃完又喝，喝完又吃的没完没了。吃也吃好了，喝也喝好了，再睡上一觉就更知足了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了，拜拜。